眼底星空，流星开始坠落，每一粒烟啊，你已经开始录了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早上中午晚上好，这里是依依老大。我们现在赶快回到比特币盘面吧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比特币突破下降通道之后，然后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11300，最高点它曾经来到这112000附近。还好我们昨天的影片有赶快拍这个比特币的多头讯号，它其实是闪现的，这个比特币多头已经要重启了。那目前从我们拍影片那时候是108750的附近，那目前已经涨到了这个最高点，已经有达到112000附近，已经有3000多点的这个利润。那比特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？庄家是用什么剧本去这个操作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啊？我们用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来做这个参考依据，可以发现每一次上涨之前Emotional Trading Index 都是在0轴附近，并且一旦它往下穿，开始拉开距离的时候，就是一波上涨的行情。近期有2次的大波段，一次是4月17号那一次嘛，另外一次是这个11月5号、6号那一次。那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它都是往这个0轴往下穿，然后一直往下，0轴往下一直往下，然后大多头就开启了。那目前状况是它在0轴附近，它已经往下穿了，但是还没一直往下。对，所以目前这个多头上涨还没办法说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上涨。那要怎么样可以有一个下降的动能往下呢？看上一波的话，它是利用这个往上拉再往下砸的方式，产生一个 emotional trading 的下降动能。它在这边是0轴附近嘛，它就往上拉，结果越来越多资金进场，往下砸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资金进场，还就是对它是这个主力庄家是很苦恼，但它就继续往上拉，再往下砸，然后一直砸，拼命砸，砸到这个指标已经变得负的斜率往下了。这时候这个比特币庄家才收手，然后开始反弹。一反弹的时候，这些非理性多头资金一样持续的逐渐去离场，那这个上涨行情就出现了。如果是上一次这个11月份的时候，它也是利用类似的概念，只是没有这么凶狠啊，它是直接拉涨再砸，拉了一个8%，再砸了个8%，这个非理性多头资金就出场了，然后它这时候就开启一个大多头。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状况，现在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是在这个0轴附近，它还没有往下的迹象，所以有相当大的概率，这个庄家的剧本是什么？庄家剧本有可能是先拉涨后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，要系好安全带。好，那我们再多看一下这个线型部分，可以发现其实这边还有一条这个多重点的这个趋势线。刚好现在它就在这个多重点的趋势线这边停留，这个附近停留，对，然后它被这 replica 的这个牛旗所压制，对，我们再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站稳这个 crossing 点，是在11万大概7000附近，如果它可以站稳的话，代表它还有机会往上攻。那我们再给这个多头一些时间，看看它的状况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数据，其他数据的状况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较常看的2个数据资料是资金费率，还有一个多空融资持仓比。资金费率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是有这个负的状况出现，那现在还是维持在这个0附近，所以这里是这个利好于多头的，也提供这多头有一个上涨空间。那如果是多空融资持仓比呢？从昨天这个前天这个傍晚之后就开启了一路下跌的状况。7月8号嘛，像7月10号，对，从傍晚的时候一路下跌的这个趋势，那也是非常利好的多头的一个数据状况，那也提供一个多头这个良好的上涨空间。但是要注意，现在已经来到了0.45了，0.44、0.43这附近了。
对，一样要注意是这个物极必反嘛。不过这一次不太一样的是，因为我们上次这边说物极必反的话，它果然就这个上涨，然后比特币又开始下跌。那这次会不会又上涨，然后比特币又开始下跌呢？这一次跟上次不太一样，是这一次的资金费率它是负的哦，上次没有嘛，所以这边是有提供利好的环境，所以这边如果它有一个些微的反弹的话，不至于会对这个比特币有这个价格会有太利空的状况，所以可能还好。对，那目前状况的话，一样多头人是持仓比还是一样偏多的状况，资金费率也是偏多的状况，还有我们之前提出的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， 它目前是穿离走的状况，也是一个偏多的状况。对，所以这3个数据都支持比特币还有上涨空间。那我们再看看多头可不可以继续这个保持这个继续上涨。那我们回到这个 ETF 数据，可以发现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ETF 最近的净流入越来越少了。从之前的600 million USD、200 million USD， 现在只剩下80 million USD， 只剩下原本的大概1/8到这个1/3左右。对，所以萎缩蛮严重。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绿色的绿柱是这个比特币净流入，红色是净流出。现在净流入是有萎缩状况的。如果这个比特币多头要顺利开启的话，它还是要继续维持这个上涨，就是净流入要多一点会比较好啦，会比较健康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交易所目前这个持有比特币的数量状况，就是如果这个数量越来越少，代表有更多人把比特币买了以后就转出去到自己冷钱包里面放着。那什么状况你会把比特币买了后转在自己冷钱包呢？就是你对未来后市比特币是看涨的嘛。所以这个数据跟我们讲，它越来越低，代表说大部分人都觉得比特币未来还会上涨。算是一个利好比特币未来上涨好的一个数据状况。现在再看一个这个橘色线，就是 Whale Ratio， 它是 Local Maxima。现在我们可以看比特币也是有一个倾向，橘色线有可能是 Local Maxima， 因为它数值在跟周围比起来它是比较高的嘛，它有可能是形成一个 Local Maxima， 代表这边有可能是阶段性的底部。所以代表后面还有机会继续上涨，这也是可以期待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宏观这个经济的数据好了。宏观的话就是看一下美国的通膨指数，从6月30号这个 2.26% 通膨，现在已经跌到了 1.66% 了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状况，也为这个美国未来降息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这个数据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N2 Money Supply。N2 Money Supply 是什么呢？ N2 Money Supply 就是现在就是 global 的 N2 Money Supply。N2 Money Supply 就是流通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资产可以来做流动，就可以买卖东西的这个资产。这个黄色线越高的话，代表目前市场上钱是越多的。钱越多的话，你只要把这个钱拿去买东西的话，这个东西的价格就会变高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把这个钱拿去买比特币的话，比特币的价格就会变高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目前这个 N2 Money Supply 还是持续的上涨，那也为这个有可能未来它就会投入到这比特币上面，那比特币也会上涨。可以发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correlation， 可以发现每一次这个 N2 Money Supply 上涨以后，这个比特币它都会有机会这个往上再继续冲。对，那目前状况是 N2 Money Supply 还是持续的往上涨，所以可以设想比特币还有一段不错的上涨可以出现。当然，这个 N2 Money Supply 是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商品都是一个利好的因为它这个数值越高，所以很多的金融商品也会跟着上涨。好，这是今天7月10号的更新，希望你会喜欢。
那记得赶快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